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高门出身却胆小如鼠，他自以为独得恩宠，却不料到最后落了个被下封的结局。他就是人送外号一姐的富察贵人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富察贵人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给作没的。第一点，到处树敌。别看四季妹怨对华妃请安迟到的时候，富察贵人满脸嫌弃，透着聪明。实际上富察贵人自从怀孕之后彻底飘了。为啥这么说呢？来，咱们看富察贵人是如何用一席话得罪一群人的。听听富察贵人这话里话外的，虽然他说的是沈眉庄，可这宫里谁不知道甄嬛和沈眉庄交好啊？更何况甄嬛也差点深陷沈眉庄假孕一事。富察贵人这话一说出口，明摆着就是讽刺甄嬛和沈眉庄。然而富察贵人的操作到这儿还没完，讽刺完沈眉庄和甄嬛之后，富察贵人接着说天赐阿哥，这话讽刺谁呢？你以为他是讽刺新贵人只有生女儿的命，实际上他还讽刺了华妃恩宠不断却无所出，讽刺齐妃只会长高的三旦位置不保，讽刺皇后天赐阿哥也没有保住的命。怪不得在后来的请安大会中，皇后有意无意地提醒众人暗害富察贵人。瞅富察贵人这傻样，皇后这话中话他愣是没听出来，还以为皇后在关怀自己，却不知富察贵人刁难安陵容之时，皇后就开始收买安陵容了，开始谋划如何处理剁了吗订单了。第二点，富察贵人自以为皇上看重他，却不知皇上心里压根儿没有他。单从富察贵人自曝自己有孕的时候，新贵人曾说皇上几个月才召幸富察贵人来看，富察贵人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可想而知。加上富察贵人仗着有孕恃宠而骄，让御膳房将吃食流水一样送过去，并且还用身子不适为由时不时的打扰皇上，导致皇上对他越来越不耐烦。可见皇上对富察贵人并不上心，富察贵人的恩宠就像手中的细沙，稍纵即逝。遗憾的是，富察贵人这个局中人他看不透，他自以为皇上是宠他的，是怜他的。所以当富察贵人小产之后，他把所有的怨恨发泄到失宠的甄嬛身上，一遍遍挑唆齐妃用妃位压制甄嬛。最后齐妃经受不住挑唆，命翠果在长街上打甄嬛耳光。翠果儿，打烂他的嘴。也正是因为富察贵人挑唆齐妃的这个举动，导致甄嬛利用花蝴蝶复宠之后，决定报复富察贵人。第三点，胆子小。要问宫中谁的胆子最小，富察贵人敢说第二，绝对没人敢说第一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剧中富察贵人是甄嬛用人质的故事下封的，实际上富察贵人胆子小被下封这回事儿，早在之前就埋下了伏笔。剧情往前，咱们看妙蛙种子下线之后，甄嬛为了揪出害她的幕后凶手，特意派小允子扮 NPC 在宫中四处游荡。好巧不巧，小允子游荡时被富察贵人撞见了。瞧瞧富察贵人宫里最伶俐的桑儿跑的那叫一个快，可见小允子这 NPC 实在给力。也正因此导致来不及跑的富察贵人被吓晕了，哪怕隔天醒来还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。经此一下，可以说富察贵人被吓怕了。所以当甄嬛主仆联手说了一个人质的故事，富察贵人就被吓得浑身发抖，甚至被吓得连坐都坐不稳，直接摔倒在地。其实仔细想，甄嬛能发落富察贵人吗？很明显不能，毕竟富察贵人再怎么说也是高门贵族出来的，一进宫就当了贵人的人，甄嬛有什么本事可以把他做成人质呢？就算甄嬛再怎么受宠，她也不敢向皇上进言杀死富察贵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甄嬛知道，一旦她向皇上进言了，皇上也只会觉得富察贵人不过是任性罢了，这样一来反而是甄嬛狠心了。因此甄嬛和槿汐联手说人质的故事，一则是想借着人质的故事吓富察贵人，二则是杀鸡儆猴，吓富察贵人的同时敲打一下曹贵人。只可惜富察贵人太不经吓了，既看不清自身定位，又把宫中所有人给得罪了，到头来把自己作了个凄惨的下场。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对破产姐妹，她们不仅喜欢嚼舌根，还喜欢落井下石。她们是既不开心没头脑组合，下线后最蠢的组合。她们就是甄嫔和康常在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这对破产姐妹干过的蠢事。第一点，破产姐妹当着皇上的面编排甄嬛。当时皇上为了名正言顺把甄嬛迎回宫中，特意赐甄嬛钮祜禄大幸。
并且还把甄嬛的年龄改大了10岁，同时将四阿哥过继给甄嬛，让甄嬛以四阿哥生母的身份重新回宫。对于皇上这通操作，旁人看破不说破，偏偏甄嫔和康常在是俩蠢货，竟然当着皇上的面编排起甄嬛的身份。听说熹妃就是以前的婉嫔，是不是又怎样？皇上说她是谁，她就是谁。这不是当众打皇上的脸吗？皇上才说她是四阿哥生母钮祜禄甄嬛，您俩就这样当众编排起来，嫌命太长是不是？第二点，破产姐妹花背地里编排甄嬛主仆，槿汐与苏培盛对食事件一出，甄嫔与康常在秒变碎嘴老太太。当时嫔妃们到景仁宫给皇后打请安卡，简秋说皇后起迟了，让众人先在庭院等会儿。结果甄嫔与康常在立马聊起昨日热搜。姐姐方才说的真是，有什么样的主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奴才。哼，这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我看熹妃如何收回这个脸面。要知道槿汐与苏培盛对食这个热搜，那可是甄嬛与端妃联手才让皇上压下去的。甄嫔与康常在当众搬出来，脑袋不想要了，还如何收拾得起脸面呢？丢得满宫都是了。我要是他，就主仆俩一起躲起来，再不出永寿宫的大门。崔槿汐是他的心腹，保不定这东西是他自己用来勾引皇上的呢，只不过是底下人替他保管着罢了。瞧着瓜六也加入了热聊群，甄嫔与康常在巴不得瓜六再多爆些料，结果浣碧一声咳嗽中断了他们的热聊。甄嬛挺着大肚子缓缓走来，仿佛在说整个紫禁城就你们把儿吵得最大声。皇后娘娘开恩，为了8月中秋团圆，特地求了皇上把祺贵人放出来，以为祺贵人长了教训，不想还是这么毛躁。那么你们的心思呢？也和祺贵人一般吗？嫔妾不敢。第三点，破产姐妹寓意投靠甄嬛，刁难安小鸟。当时安小鸟失了恩宠，嗓子也被毒坏了。浣碧按甄嬛的心意，暗示各宫小主关照安小鸟。结果甄嫔与康常在大雪天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到延禧宫，打着个延禧宫去晦气的借口，又是洒水又是烧符，搅得延禧宫到处都乱糟糟。哎，多贴点啊，被子跟柜子都别忘了。甄嫔与康常在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他们与安小鸟有什么过节？咱们看浣碧得知甄嫔与康常在去闹事之后，满脸高兴地对甄嬛说：小主，甄嫔和康常在果然去延禧宫闹上了。皇后知道了吗？大约是知道了，但是皇后却没有过问。别理她，日后还有的闹呢。原来甄嫔和康常在瞧着甄嬛恩宠不断，听从了浣碧的暗示，意图加入甄嬛的阵营。为了成功入群，甄嫔与康常在一不做二不休，没隔几天就跑来延禧宫闹事。而这次他们打的借口是给安小鸟送炭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我们姐妹也没什么好炭能送的，您就将就着用吧。别点了，别点了，呛死人了！快点上，不点怎么能暖和？安小鸟被这劣质的炭呛得直咳嗽，甄嫔与康常在则发出他们那杠铃般的笑声。安小鸟拿出延禧宫主位的身份赶他们走，却不料换来甄嫔与康常在无穷无尽的嘲笑。正当安小鸟无计可施时，简秋按皇后的吩咐带着棉被和炭火来了。甄嫔和康常在清楚不能闹了，该离场了。不料简秋好大的威风，带着皇后的口谕处罚甄嫔与康常在的下人。康常在甄嫔身边的人，不能劝诫小主雪天胡闹，罚俸3个月。宫中人人都知阎王好过小鬼难缠，作为下人工资本来就少，这下还因主子胡闹被罚了3个月的工资。王后甄嫔和康常在想叫下人尽心办事，还不得自己掏钱？可见甄嫔和康常在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入群申请还在发送中，网就断了。
第4点，破产姐妹彻底破产。滴血验亲中，瓜六作为首发人，最先带节奏，拿全族性命发誓甄嬛和温实初私通。面对这么大一个瓜，甄平和康常在像极了月色下的蝉儿，上蹿下跳。还没等瓜六把所谓的证据拿出来，康常在就忍不住一边吃瓜一边品瓜。温实初是熹贵妃的心腹，日日都要把脉的。若说日久生情，也是难怪。更何况我听说熹贵妃初入宫时卧病许久，当时就是温太医诊断的。安小鸟作为皇后阵营的急先锋，瞧着康常在吃瓜的点儿报不了热搜，急忙把流程 Q 到正轨，假意透露温实初与甄嬛母家素来就有交情。听到这话，破产姐妹的甄平又坐不住了。如此说来，竟是青梅竹马了。看来齐贵人所说的倒也不是全无道理。瓜六很满意破产姐妹组点赞评论的热情，于是瓜六趁着热度渐起，急忙叫来了人证，一个是甄嬛还未入宫时家里的丫鬟，一个是甄嬛重新回宫后伺候她的丫鬟。甄平瞧着人证俱在，抱着瓜疯狂的啃。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就看见了，那你看不见的时候呢？岂不是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？滴血验亲这回事儿本来就是皇后党发难甄嬛，找来各路人证指证甄嬛和温实初有染，从而质疑六阿哥的血统问题。甄平和康常在以为皇后阵营稳操胜券，却不想被甄嬛逆风翻盘。因此在这个过程中，乱吃瓜的甄平和康常在最终吃了一个不熟的瓜，彻底破产。康常在、甄平、捕风捉影，以讹传讹，罚俸6个月。可见甄平和康常在的脑子纯粹为了冲身高，不管是一次次编排甄嬛，还是刁难安小鸟，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看清楚局势。他们既没脑又押不中宝，被扣工资彻底破产也就不奇怪了。